的要确定某个关系，你才可以放东西进来。刚好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就知道你会笑这个，是他先笑的，所以不能默默的放进来，要先告知再放进去，阿本是 OK 的。真的吵架，我是什么都标得出来的那种，可是我不能接受对方标我这些东西。你在恋爱里面是苗可丽。把烦恼脱下来，留在地上踩。Let me make you high， 把口子都打开，休息露出来 ，JC all the night。Hello， 大家好，我是传播帝。今天的2位来宾呢，跟我一样都是从电视圈孵化出来的神奇宝贝，欢迎阿本还有夏尔西。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尔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大家都是常青树了的感觉。你最长吧？不然不行，太前面顶光。我02年年底进电视圈的，你呢？2006棒棒糖。不对，我如果讲幕后的话，好像更早好像真的是03、04，我去 TVBS 工作，后来在年代。你有在 TVBS？ 有，我那时候还要去那个八德路那边找袋子。我02在 TVBS， 我在那个2代电力公司当工读生，然后后来是女大。我在2代电力公司当剪辑师。真的假的？真的哦，真的。我有去上因为后来我都会在现场录影啊。因为后来就是你们这什么老人在叙旧的场面啦？那反正就很有趣，好久。那西西是什么时候进入演艺圈？我应该算2007年。那你也没有比他晚多少？但我觉得那个世代的转换其实真的很快。真的吗？其实对于你看我认识你那时候，我们还在节目上讲故事嘛，对不对？到现在在节目上没有人，已经换一批人了，对不对？都换不知道几批了。对，你们现在这个主持这个节目叫做是欧某调查局。这个节目的宗旨是什么？就是我们在里面有3个主持人，我们2个加上木木，我们是侦查员，然后我们会调查所有的艺人来宾身后的故事。身后听起来有点可怕，不是那个真正的身后，就是他们背后可能他们一些私底下不为人知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最大的优势，可能是因为我们出道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来上节目的来宾其实都跟我们是朋友的。所以在朋友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朋友的手机，然后比较好聊，比较好切入这样子。对，然后看一些他们私底下会做什么事情，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那访问到自己前男友的时候好聊吗？那一集我真的就是偏紧张因为我觉得我们2个从来没有在荧光幕前聊这件事情。你们有同台过，但是没有好好聊过。就是想说，在那个之前只有一次是我们去上《萌宠明星出来玩》，是我跟他跟 Sandy， 可是因为那个制作团队我已经认识两年多，所以就很熟，就很像真的朋友聚会，也比较少聊到什么感情的事情，都在聊宠物的事。可是我们那一集就我真的要跟大家怎么聊这件事情。所以我的确那个当下蛮紧张的，而且我事前还在跟他说，等下我不聊感情聊什么都不讲什么都不好，就一上去就开始自己框架，就自己自爆吗？我就一个综艺的钮打开来之后，就不小心会就是开始搞笑，就一直攻击他。可是访问前男友到底难不难？就是你明明知道很多，但是很多都不能讲。我觉得难的不是那个，是因为其实老实说，跟很熟的朋友上节目，其实都会偏无聊。因为私底下根本不可能这么有效果，所以你们2个很熟悉的互动是很正常的互动，不是这种很节目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可以很自然的互动，但还是有节目需要的效果，我觉得是那一集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不是刻意安排好的。那西西那天有那种在看笑话的感觉吗？其实也没有我觉得他们2个到后来的相处模式，我觉得是一个让大家觉得很舒服的状态。就是以前的事情，在以前可能都不可能拿上台面来讲，可是现在就是你可以用很自然、平铺直述的把这些故事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当然，他有带了一些戏剧效果，可是我觉得他本身的生活就是有一点，因为我私底下就是疯疯的因为我跟我现在男友也都会那演一出这样，就是好像他的人生本来就是被综艺之神眷顾的那种，就是你懂那种概念吗？就是我懂，做任何很浪漫的事情，可是就是会有效果，有一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不适合认真过生活的人类吗？好像我没有办法，我都会忍不住笑场。像我现在男友，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他还没有问你先不要自己，没关系，那我就听你不要拉住他，他都讲了就让我们听。对我怎么自己又开始大聊啊？所以你们现在的相处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相处，但是一直没有在一起。然后就一直没讲，然后我就说你如果要跟我在一起，要跟我告白一下吧什么的，就那里要求。你会这样要求哦？好无聊哦。然后就有一天我们就去台南旅行，
然后他就那里鬼鬼祟祟，我想要干嘛这样，然后他就从包包里面拿 iPad 出来，然后就开始放那你知道放什么吗？吗？就好像婚礼那种的，就是鸡皮疙瘩起来了，我会下来。当年认识了你之后，然后就一个照片再飘过去，他还有上字哦。他是什么星座？我忘记了。巨蟹座。巨蟹座。好浪漫。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当下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哇，好感动，你好用心在这个，我爱你，然后我就笑场了，然后在那里狂笑，他就脸很歪的。然后后来他说那你让他下不了台啊。他说那这样有要在一起吗？我说再看看好了，就很机车。那其实那个时候状态已经像是在一起啊，只是我觉得我是用那个方式去掩饰害羞，所以为什么要掩饰你的害羞？就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就是你是被捧在手心上会不习惯的。对，不是，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我们很害怕被称赞，然后很害怕被私底下被关注。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很害怕，但是台面上没关系，很哀就对了。但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有趣，就是我们会很真心的聊我们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跟想法，我们自己的这么诚实，或者是艺人朋友来，或是不同领域的一些知名的人物来，也可以聊这些，我就觉得很棒，就真的不同的交流。西西自己也有上你们的节目嘛，然后当下被另外就是你的那个 BL 的伙伴们跨坐在身上，我看你耳朵都红了哎。其实我在拍 BL 的整个 moment， 基本上耳朵都是红。为什么？你这么害羞吗？我其实是可是你要当演员也没有办法害羞。所以我在戏里面的时候，他们补粉不是补脸，是补耳朵吗？真的？对啊，他们就在耳朵太红了，要补一下。太害羞了，然后脖子这边都红了。因为我本来就很少在镜头前面跟大家谈论起爱情这件事情，更何况是拍这种实地演练给大家看的。对，然后因为我们尺度也算还蛮大的，所以在那个当下，就是第一颗镜头都还好，但是你就不要没过之后就想说，哇靠，再一次，所以就第二次，所以通常因为我们那天在试的时候，阿本他们就一直在拱嘛，在节目上，第一次我就想好就这样就好，他们说没有，就是直接来，不要讲话。然后我们就跨上去了，就说来了，对，你知道，很想死吧当下？对，就是，而且就是在所有人的面前，看热闹很好看，他不觉得好啊？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一面，娇羞的这一面。对，因为他平常太会主持，太会讲话，所以我都很放纵自己乱讲话，因为他怎么样他都收得回去。可是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他有点慌张，然后又有点害羞，然后他们两个的互动就好好看，真的很好看，喜欢。看 BL 就是要看这个，而且你们连蕊本都是在那个 motel 里面，是不是？对，我觉得这个有点荒唐。没有，我觉得荒唐的是，因为是可以直接排练床戏吗？我跟你讲，这就是最快速的变熟识的方法。其实因为演员一开始你知道都会有一点距离，对，你可能就是在读本的时候，大家就是照本宣科，就这样过了。可是当你在实地第一次就要实地演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立刻就来了吗？他说来你就把他推倒，然后扑上去，然后就说现在，然后就会扑倒，第一天就扑倒，然后好开始讲台词，好现在转身，你要把他压上去什么的，然后你知道跨坐，然后你要抓他下巴，然后这样摸下来什么，好害羞。你描述的就是尺度感觉大于 BL， 很像是那种情色小说。然后他们那部那个尺度很大，那我一定要找后面你后面要看 ，Oh my god！ 然后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重点，因为你们节目叫做欧盟调查局，那我们就偷你们的梗。我们要来对你们做恋爱观的大调查。好，你看桌上有白板，有没有？老派的电视人的桌上，而且还给我去买了一样的那个板子跟那个，还有这是以前那个大学生的美啊，什么都会用。对呀，上面有那个铁板嘛，所以拿错会这样掉下来。因为我们是电椅。好，那我第一题要问你们的是，好，恋爱上惯用的开局技巧是什么？开局技巧就怎么跟人家搭讪？搭讪哦，对，怎么认识一个人这样子。好了，好，1、2、3，亮答案。西西的是早安晚安，阿本是喝一杯。我要先听比较无聊的。没有，我很浪漫。我在镜头前我也很诚实跟他们讲过这件事情。我人生没有搭讪过别人。对，然后我也没有被搭讪。怎么？那你怎么开始恋情？我觉得最紧绷哦，就是我会跟人家道早安晚安，对我来讲就是一件很幸福。你最大的善意吗？对，如果没回我就不会再传，一次没回就不会再传。那你要怎么跨到下一步？就是慢慢的改变这个台词，就早安，然后就会开始聊下去嘛。如果聊不下去如果他没有传晚安，就代表那应该是没兴趣，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多爱你的人都会愿意一定会快，对，很老派有没有？他总是会有1分钟可以回讯息，是要多久，对不对？其实对在意的话肯定会回啦。就这问题对我来讲真的很难，因为我真的没有搭讪过别人。那你更不会示爱咯，因为他还会就是我需要你的告白的这种明定关系。我就是一个恋爱智障跟废物。有时候如果我男朋友是说你今天跟我讲一个甜蜜的话，然后他就会很痛苦，这样你也是这种吗？我讲不出口讲不出口所以说手机上有很多你可以自己查。你说去你查讲自己不行恋爱语录哦。你说过最浪漫的话是什么？早安。我觉得就已经很大的浪漫了，我愿意跟你道早安。跟你交往应该会气死。真的哎，这是哪我不行，门子的浪漫少啰嗦。我真的不行哎。好，那我看阿本的是喝一杯。在 gay bar 里好像蛮自然而然的，跟陌生人也可以很亲近的喝一杯。我觉得可能因为是 gay 吧，就很难得可以聚集在某个地方啊。大家像我们那个年代更是这样，现在比较还好，现在大家比较开放。在路上怎么跟人家说喝一杯？路上不行啦，要在夜店。所以你都在夜店认识新朋友？如果是 gay 就是线下的话，就是的确是 gay bar 认识比较多。线上聊天，线上的话就是不用我朋友的照片在那个又来，在那个 Grindr 上面。我被假照片交友的话，我会生气哎。即使本人再帅，然后是个明星，又怎样？就是骗人啊。因为我朋友长得跟我很像啦。真的吗？真的很像啊，有些外国人还认不出来。我要笑死了。好烂的一招。我很好奇，那你如果是你去跟别人搭讪，你总不可能第一句就说喝一杯。我就说，好久不见，干杯。他不认识的怎么好久不见？对啊，如果不认识呢？认错了。好会哦。我见过你吧？有啦，上次在那个啊。真的很会耶。有吧？有啦。就要接吻，会不会太快？好突然有没有？我觉得我有一个困扰，就是譬如说像如果去 gay bar， 人家看我就不太确定他是觉得说哇是阿本的看我，还是说哎呦这个妹很正哦那种的。不是，我就希望没有，我希望他不是看我是阿本，是说我这个妹很正。我懂这种心情，对不对？对，就是你要因为我的美貌赞扬我，不要因为我的身份，好不好？对，我就希望他是喜欢我，不是想跟阿本做看那种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这点歪楼蛮重要。那我就会歪楼问哦。那路人有机会跟阿本就是随意的做看吗？我在做幕后的时候蛮放飞自我的啊。好做幕后，就是他淡出的那一段时间。可是因为就是的确现在，因为现在有男朋友啊，那时候是单身啦。如果有男朋友就不会这样。可是如果就是单身的时候，我会比较 free 一点，就可约，但大家错过那段时间了。I'm sorry， 等我再分手喽。好，我们来问第2题了。对方身上出现哪些特质会让你心动？特质哦，他就恋爱苦手啊。真的，你先。好，我先跟大家分享，慢慢写。我的是干净很重要啊，干净。可是那个干净不是他真的有洁癖或干嘛，就是他要有一个感觉很干净，然后我会想要抱他、靠近他、闻他那种状态。要有一些香氛的感觉，是不是？没有，有的人就是长得有，不是说长得有味道，长得有味道。有人就是怎么这样救不回来了啦？糟糕，不是长的啦，就是有的人就是长看起来不香，怎么讲都错。对啊，怎么办？冒犯很多人。没有，就是要把自己整理干净。就是那个是我个人喜好，就是有的人就是符合我喜欢的感觉，我就觉得他很干净，然后想要靠近他。可是有的人就感觉好像靠近不了。哪些男艺人看起来很干净？你想要靠近他？谁啊？很多超多的。许光汉啊，你不是喜欢许光汉？因为太常讲，我觉得对他很不好意思。好吧，许光汉。那西西的答案是头脑有东西。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渐长，我好像对于这件事情比较在意，聊天要有内容，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观察时事，因为双子座很喜欢新鲜的东西嘛，所以我每天都在看很多的新闻，然后观察很多大量现在大家在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也很喜欢讨论这些事，然后我喜欢聊，就像我刚刚会问你问题是一样，我也会很想要知道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当然我不会依照你的看法觉得去改变我的想法，可是我会很在意这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你的观点，如果你连这些事情都没有想法的话，我会觉得那好像没有什么好聊下去的。可是很多人只是知识强奸你，他就是一直跟你讲他听到的很多事情，他没有观点。那种不行，那种不行，不行，因为他头脑还是有东西啊。只是我觉得要聪明的人。
对，但是我觉得知识强的也行，但至少他有在吸收东西。OK 但是你要内化它嘛，对不对？但我觉得内化这个东西是需要时间去学习。哇，你好有深度哦，感觉他比较肤浅。我是真的蛮肤浅，但是我不喜欢，我也不喜欢笨的人。谁喜欢？如果有的人就喜欢呆呆的啊，可是有些人对啊，就像有些人吃东西，他永远就会说没关系，我随便配合。这种我也会生气。哦，没主见你也不行。对，就 sometimes 我如果真的不知道什么，你如果有一个想法，我会觉得哦，好像也不错。对，所以要聪明才能够驾驭你。对，我觉得比较可以交流吧，对，而且生活会有一点新的刺激。如果什么都逆来顺受，毕竟我们都年纪大了，没有办法谈一些。没有，只有你，没有我。不要拉我们下水。我打电波音波不是为了听到这个，是为了听到说啊你是这种的。好，第3题，喜欢的人做了什么事会让你立刻不晕船？好，1、2、3，亮答案。张牙舞抓啊，他就写错字。我先放东西在我家，那我先听张牙舞抓。我没办法接受另一半的失控的那一面，因为我会张牙舞爪，对对方不行。会真的打起来，要打。我以为你要讲什么，结果是因为你自己要抢张牙舞爪脚宝座。我也以为要很理性来什么的，就是你在摔东西，他要接哦，烂透了。因为工作上。我们很常要主持 live， 什么是不可能骂脏话这些东西的，所以你下班就会骂。哇，如果真的吵架，我什么都飙得出来的那种。可是我不能接受对方飙我这些东西。哦，真的哦，完全不行。就是我工作压力很大啊，我们在 live， 我怎么可能在主持台北跨年的时候骂？所以你跟另外一半吵架的时候，你都是这样讲说：“我工作压力很大，我要发泄。”没有，如果他发现我在骂那一整串的时候，而且我那个一整串是非常流利跟惊人的。所以你在恋爱里面是巧克力，你是恋爱界的可丽姐，突然变好吸引人哦。对啊，好想被骂。好，那你被骂看，你会怎么张牙舞爪？我好想看哦。对，你们会消音吗？会。你要确定啊？我很可怕。好爽哦。那会夹杂东西吗？不会有。出手或者是丢都不会打起来，就是紧在这里而已。对，这个，然后这个就很可怕了。下耳机。你很像邱泽演那个一样，你可以耶。然后我不能接受对方这样骂我。哦，懂，这是唯一比较自私的地方。不，我觉得你骂蛮吸引人的，很可爱，有点加分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那是因为现在录节目，私下被骂你才不会觉得可爱。哦，也是啦。对，有点害怕。那我们来看阿芬的答案。因为我现在交往快3年了嘛，所以在之前暧昧的对象，有一天我就在整理我家橱柜的时候说，这什么东西啊？就是某一个暧昧对象，他就默默在我家放了他的东西，譬如说什么牙刷、发蜡、发胶。然后我就开始在我衣柜中，这什么？就是家居服之类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有点太侵入了，我还没有接受这段关系发展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是我们2个聊完的话，我觉得 OK。可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完全不行，我就会瞬间有点冷掉。他会不会只是懒惰，不想要带走，因为下次还要再带来？我觉得应该也是，只是我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很奇怪的地方。Okay. 就可能其他事情可能没关系，譬如他如果穿我的衣服或者是怎样，我觉得没关系。可是他放东西进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可能因为亲密的举动，可能对我来说是我们真的要确定某个关系才可以放东西进来。刚好对我来说是这样，但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放进来，我就知道你在笑这个。我也可以放进去，别人是他先笑的，是他先笑的，所以不能默默的放进来，要先告知再放进去。阿本是 OK 的，如果有跟我讲就可以放进来。这节目真的很容易歪楼。牙刷，不对，你会放牙刷在身体里面？不是，我家里橱柜啊，靠家里，你真的好好笑。怎么会歪成这样啊？你很认真在回答，这是我唯一一题认真回答，就是最歪的。好，下一题，对你而言，性在爱情之中重要度是高还是低？1、2、3，亮答案。哇，其实是低，阿本是高，我先听低。我没有很喜欢身体接触，你都灵性交流，就是没有很喜欢这方面的事情，也没有到厌恶，但是就是可有可无。哦，这么低哦。假设你有交往对象，1年会做几次？
我不知道，很久没有交往对象，所以那你可以容许低的吗？跟低的交往？我当然不行啊，要大做特做。哇塞，你有病吧？没有，应该说对我来说，我觉得有分几个阶段。好我觉得一开始是一定这件事要契合的， OK，甚至这件事我觉得高于其他的契合度，要至少这件事要契合的。啊，这是最基本的，我觉得要基本一定要契合。所以他没有脑 OK，可能那个可以再研究怎么处理一下，比如说灌输他知识。送他去补习班上课，帮他买 ChatGPT 的 VIP 之类的。哦，就可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了。对，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是基本一定要合的，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可是我以前会用次数来，就是衡量合不合？没有会用次数来衡量他还爱不爱我，就好像譬如说，因为真的在一起，比如超过1年，真的会开始慢慢会变少骤降。对啊，然后变少之后，以前我会很没有自信，觉得说啊，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可是后来，我现在觉得比较不会烦恼这件事情，我觉得2个人都想要的时候再做就好了。所以不一定是怎样说算合？我有一个标准，就是我觉得2个人可以很诚实的分享自己的感受，然后不会害羞，也不会尴尬，对方也不会觉得被冒犯。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基本就会比较合了。因为不管再怎么合的人，等他其中一方可能开始在一起2年3年都开始没兴趣了，可他就是讲不出口，他现在想要做点不同的变化的时候，就会开始不合了。我以为你们说的合是同时。哦，不一定，我觉得那个不追求。什么是同时的合？就是同时色啊，不是，不一定啊，不是吗？尺度很大，没有，因为有的人很追求，我不录了，因为有的人很追求这个。我还要主持金钟奖先生，先测一下，这段先马赛克一下，因为太想聊性爱。我也好奇对他的，我就跟你说，我不能喝酒了吧？我都喝酒还得了？我只是问一些好不问问题，我再也不问问题。不是，先唱啊，先抹开刚刚那个，我觉得就是同时感觉到很舒服的状态，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就没有办法每一次都这样。OK， 因为每个人生活压力、年纪都会有差啊，所以不一定。也是，就是在性爱的过程当中，你感受到不舒服，你勇敢的讲出来，对，就是合了。因为有的人是你跟他讲说啊，好像怎么样，他就会走心那种，那就很麻烦，因为走心又不能聊，他又是很私密的事情。如果他把这件事情变成，譬如说我的不舒服变成他的自信的受损的话，那就很麻烦。例如你今天说，你今天好像比较软一点哦，然后他就受伤了，就这样就不行。可能就不是这种，只是纯交流。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高的原因是我希望它是一个我们关系里面其中很契合的一环。那我知道你们节目呢都会针对那个来宾做一个短评嘛，或者整集的内容。那我也想要请你们2位给我们今天的访问一个短评，这样好，我们就准备要结束了，快下班了。这一题让西西作答好了。好，谢谢西西。他老人家已经放空了，我真的没有 idea 我来，我们看西西答案。无限延伸，其实我觉得这是主持人最厉害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很常拿到访纲，可能就10个题目，可是如果你要用这10个题目做1个小时的节目，其实是非常的累。真的，你不可能就是说，你今天去露营做了什么，然后你不可能就说，然后露营又做了什么，你懂吗？你要重复，对，你要从来宾的话里面，然后继续把这些故事延伸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有趣的地方，因为它会有一点像是为了来宾量身打造的，当然还是有一个主题性在。可是这个来宾他的属性是什么？就像你们刚刚讲，有些来宾可能没有话讲，他就喝一点酒，对，又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脱衣服啊，露脚底啊。你们节目观众很喜欢看脚底真的？为什么？这有脏脏的吗？脏脏的算不算？我的也脏脏的，今天一整天。对啊，一整天，因为录 podcast 他们都有脱鞋子。那我觉得一个好的主持人就要具备这种能力啦，乱聊天的能力，没有要无限延伸。你们很会无限延伸，所以我今天比较轻松啊。我跟你聊天就很放松啊，又很开心，太棒了。那先讲一下，你如果以局外人来看的话，你觉得就是你们看过这么多来宾，我们2个算好访的吗？很好访，我超轻松的，而且又听到很多很奇怪的东西，骂脏话。怎么放进来啊？放牙刷进去啊？我觉得这一集太好听了。因为你们的点击，我们也会有压力，你知道吗？真的吗？我们来上节目，我们都还是有业绩要扛那样子。基本，不然我们如果让别人，对啊，希望他是点阅率是好的。对啊，怎么可能让你失望？
对好，啊，我们希望这一集的收看是好的。好希望那最后再介绍你们的节目要去哪里看？每个礼拜四晚上6点半，在 YouTube 上面搜寻 OMO 调查局，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个礼拜四都会有，我们是周更，然后都每一周都会有新的来宾，然后我们都会探访他不同私底下的一面，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稳重的女主持人木木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大家虽然说今天看到了很多歪楼的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有正经的那一面。好，正经的交给木木就对了。没错没错没错。 OK，传播地频道，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